如果我告诉你，地球上营养密度最高的肉类根本不是鸡胸肉，也不是三文鱼，而是一种我们从小吃到大，现在却被很多人排斥，觉得脏不敢入口的食材，你会相信吗？这种食材经常被摆在菜市场角落，很多人看都不看一眼，但它的营养密度高得吓人。今天我就把这份全球10大健康肉类排行榜完整讲给你听。我查过很多权威营养资料，世界卫生组织发布过相关数据，哈佛大学营养学院也有研究，日本厚生省同样做过分析。我花了很多时间整理这份榜单，会彻底改变你选肉的思路。看完之后，你会掌握一套实用的方法。下次走进超市，走进菜市场，面对各种肉类，你能像专业营养师一样快速分辨什么该买，什么不该买。我们先说评选标准，不是只看蛋白质高不高，也不是只看脂肪低不低，我们看的是营养密度。什么是营养密度？就是同等重量下，食物能提供多少种营养素，除了蛋白质和脂肪，还有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以及对身体有益的活性物质。同样是100克食材，一种只能补蛋白质，另一种除了蛋白质还能补铁、补锌、补硒、补维生素、补健康脂肪酸，那后者的价值显然更高。这份榜单从第10名开始一步步往上走，每一名都有它上榜的理由。我们先从第10名说起，第10名是鸡胸肉。鸡胸肉大家都熟悉，它是健身减脂人群的首选，价格便宜，做法简单，蛋白质含量非常高，脂肪非常少，几乎是纯蛋白质的载体。它能快速补充优质蛋白，同时热量很低。对于控制体重的人来说，鸡胸肉确实很友好。水煮鸡胸肉、煎鸡胸肉搭配蔬菜一起吃都很好，但鸡胸肉为什么只能排在第10名？因为它的营养太单一了，它的致命短板就是偏科，除了蛋白质，其他营养素少得可怜，维生素含量低，矿物质含量也低，健康脂肪酸几乎没有。就像一个只完成基础任务的员工能满足最基本的需求，却没有任何额外的价值。而且现代工业化养殖的肉鸡生长周期特别短，它们吃的饲料主要是谷物和豆粕，这种饮食结构导致鸡胸肉里的欧米伽6脂肪酸偏高，而我们现在很多人日常饮食里欧米伽6本来就摄入过量，欧米伽6过量会引发身体慢性炎症，很多亚健康问题都和它有关。所以鸡胸肉是优质的基础食材，但功能单一，营养片面，远远达不到营养王者的标准。它能上榜是因为它实用，但只能垫底，守住这份榜单的门槛。接下来第9名开始，会有完全不同的肉类登场。第9名是火鸡胸肉。火鸡胸肉是鸡胸肉的升级版，它同样是健身房的常客。它的核心优势也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热量，甚至部分营养指标比鸡胸肉更纯粹。那它为什么能超过鸡胸肉？原因在于一种很容易被忽视的微量元素硒。硒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素，它对免疫系统很重要，对甲状腺功能也很重要。硒还是强效抗氧化剂，能清除体内自由基，减少细胞损伤，延缓身体衰老。火鸡胸肉是硒的优质天然来源，吃火鸡胸肉能补硒，这是鸡胸肉做不到的。另外，火鸡胸肉里含有比较多的色氨酸，色氨酸是人体合成血清素和褪黑素的重要原料。血清素能稳定情绪，缓解焦虑，褪黑素能调节睡眠，提升睡眠质量。如果你压力大，情绪紧张，晚上睡不好，适量吃一些火鸡胸肉会有帮助。但火鸡胸肉还是没有摆脱营养单一的问题，它和鸡胸肉一样，也存在欧米伽6偏高的短板，整体营养密度依旧不足，它只能算功能性更强，但无法进入高营养密度的梯队，所以排在第9名。从第8名开始，榜单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彻底告别低脂高蛋白的单一标准，进入真正的高营养密度肉类世界。这些食材不仅能补蛋白，还能为身体提供全方位支持，每一种都像天然的营养宝库。第8名是生蚝。生蚝也叫牡蛎，它有海中牛奶的美誉，很多人吃生蚝只关注它的特殊功效，却忽略了它真正的营养价值。如果说鸡胸肉是专职的蛋白质供应商，那生蚝就是矿物质之王，特别是锌元素。生蚝里的锌含量高得惊人，在所有食材里都名列前茅。锌是人体生命活动不可或缺的元素，它支撑免疫系统运转，帮助伤口愈合，参与细胞分裂，维持味觉和嗅觉，还能保护皮肤和毛发健康。人体一旦缺锌，免疫力就会下降，伤口不容易愈合，食欲也会减退。而几只小小的生蚝就能满足人体1天甚至好几天的锌需求，这种营养密度是任何陆地肉类都无法相比的。除了锌，生蚝还富含优质蛋白质、维生素 B12、铁元素以及前面提到的硒，多种营养素叠加让生蚝变成浓缩型营养食材。它不只是烧烤摊上的小吃，更是日常补充矿物质的优质选择。每周吃2到3次，生蚝就能为身体补足多种关键营养。
生蚝的脂肪含量不高，热量也低，适合大多数人，但要注意生蚝一定要吃新鲜的，彻底煮熟，避免细菌感染。凭借无与伦比的矿物质密度，生蚝稳坐第8名。接下来第7名来自海洋，而且它非常平价。第7名是沙丁鱼。沙丁鱼是来自海洋的平价营养王者，它体型很小，价格亲民，经常以罐头形式出现在超市货架上，看起来毫不起眼，但它的营养能量非常惊人。挑选海鲜有一个黄金法则，吃小不吃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海洋里的重金属，比如汞和铅，会通过食物链不断富集大型掠食性鱼类，站在食物链顶端。它们捕食小鱼小虾，体内重金属含量会越来越高，长期吃大型鱼，重金属风险就比较大。而沙丁鱼是食物链底层的小型鱼，生命周期短，体内几乎没有重金属富集的问题，吃起来非常安全，安全只是基础。沙丁鱼的营养价值更让人惊喜。首先，它是欧米伽3脂肪酸的顶级来源。欧米伽3包括 EPA 和 DHA， 它们能有效对抗身体炎症，保护心血管健康，滋养大脑神经，对儿童大脑发育有帮助，对成年人脑部健康也有好处，对老年人预防认知退化同样重要。其次，我们吃沙丁鱼通常是连骨头带肉一起吃鱼，骨里富含钙质，这种天然钙质的吸收率很高，甚至比牛奶和补钙制剂更好。沙丁鱼因此成为天然补钙食材。小小一罐沙丁鱼集合了欧米伽3、优质蛋白钙、维生素 D 多种营养素叠加营养密度，直接秒杀鸡胸肉。更难得的是它价格便宜，方便储存，是性价比极高的健康食材。沙丁鱼真的做到了小身材大能量，它排在第7名，实至名归。第6名是野生三文鱼，这里必须重点强调，只有野生三文鱼才配得上健康肉类的称号。野生和养殖的三文鱼在营养和安全上差别非常大。野生三文鱼生长在纯净的深海海域，吃天然磷虾和小鱼，是欧米伽3脂肪酸的绝对王者。它含有丰富的 EPA 和 DHA 这两种脑黄金，对大脑功能视力发育、心血管保护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野生三文鱼含有天然抗氧化剂虾青素，这也是它肉质呈现漂亮橙红色的原因。虾青素能保护欧米伽3不被氧化，确保它在体内顺利发挥作用。虾青素自身还有强大的抗炎、抗衰老、抗氧化功效，是呵护身体的天然营养素。而养殖三文鱼就完全不一样了。首先，饲料不同，养殖三文鱼吃的是谷物豆粕和人工饲料，这导致它体内欧米伽6飙升，欧米伽3大幅降低，脂肪酸比例严重失衡。其次，颜色不同，养殖三文鱼吃不到天然磷虾，肉质本来是灰白色，商家为了让卖相好看，会在饲料里添加人工色素角，黄素把肉染成红色。最后是环境问题，高密度圈养让三文鱼容易生病，抗生素使用很普遍存在药物残留风险，所以买三文鱼一定要擦亮眼睛，优先选择来自纯净海域的野生三文鱼。虽然价格更高，但能吃到真正优质安全的海洋营养，这笔健康投资非常值得。野生三文鱼排在第6名，实至名归。从第5名开始，我们进入陆地红肉的世界，一些被误解的肉类会让你惊讶。第5名是草饲羊肉。在中式饮食文化里，羊肉一直是滋补暖身的佳品，这不仅是传统经验，也是有科学营养学支撑的。首先，草饲羊肉的肌肉纤维很细腻，相比牛肉和猪肉，它更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不会给肠胃带来负担，适合各个年龄段的人吃。其次，羊是反刍动物，天生以青草为食，在天然草原自由生长、自由觅食的草饲羊肉质会发生质的改变。第一，脂肪酸结构极度健康，草饲羊肉富含欧米伽3。欧米伽6和欧米伽3的比例能达到2:1，甚至1:1，这是谷物饲养的牛羊肉无法企及的。健康的脂肪酸比例能减少炎症，保护心血管。第二，它含有珍贵的共轭亚油酸，简称 CLA。大量科学研究证实 ，CLA 能帮助减少体脂、增加肌肉量，还具备一定的抗癌和抗氧化功效。第三，它是血红素铁的优质来源。血红素铁是人体最容易吸收的铁元素，能快速改善缺铁性贫血。对女性、老年人、体质虚弱人群来说，草饲羊肉是绝佳的补铁食材。很多人对红肉有偏见，认为红肉不健康。其实真正要警惕的是工业化养殖、谷物喂养、滥用抗生素的劣质红肉，而来自天然牧场的草饲羊肉是集美味滋补高营养密度于一身的超级食材。它是被大众误解的优质红肉代表，排在第5名，它当得起。第4名是草饲牛肉。有了草饲羊肉的铺垫，草饲牛肉上榜就顺理成章了。它是红肉世界的营养巨人，也是力量与健康的象征。草饲牛肉完全具备草饲羊肉的所有优势，而且在部分关键营养素上更胜一筹，比如肌酸。肌酸是健身人群熟知的营养素，它能提升运动表现，
增强肌肉爆发力，促进肌肉修复。草饲牛肉是天然肌酸最丰富的来源之一。再比如肉碱，肉碱是人体脂肪代谢的关键物质，它负责把脂肪酸转运到线粒体里燃烧供能，可以说是身体的脂肪搬运工。草饲牛肉里的肉碱含量十分可观，能辅助身体代谢脂肪，和野生三文鱼一样。草饲是草饲牛肉的核心灵魂。市面上绝大多数牛肉是谷饲牛肉，牛在生长后期被圈养大量喂食玉米和大豆，目的是快速增重，形成大理石花纹的油花。这种养殖方式会让牛肉的脂肪酸比例失衡，欧米伽6升高，营养品质大打折扣。而草饲牛肉的牛全程吃天然青草，自由活动，肉质紧实，风味浓郁，营养素全面且均衡。吃草饲牛肉就是选择大自然的浓缩营养，是对自己健康负责。草饲牛肉排在第4名，非常合理。接下来第3名是更稀有的野牛肉，它比草饲牛肉还要强大。第3名是野牛肉。野牛肉可以说是升级版的草饲牛肉，它是肉类中的特种兵。野牛是没有被完全驯化的野生动物，它们生活在北美草原等天然环境里，全程吃新鲜青草，自由奔跑，自然生长。生长环境比家养草饲牛更原始、更天然。这种极致的自然生长模式造就了它极致的营养品质。和普通草饲牛肉相比，野牛肉有3大核心优势。第一，更精瘦，相同部位的野牛肉脂肪含量远低于家养草饲牛，热量更低，适合控制体重的人。第二，蛋白质含量更高，在低热量的基础上，它拥有更高的蛋白含量，蛋白热量比达到完美状态。第三，营养素更集中。研究数据显示，野牛肉里的铁、锌、硒、维生素 B12 等关键营养素含量普遍高于家养草饲牛肉。吃野牛肉相当于摄入来自荒野的原始营养，它口感浓郁，几乎没有腥膻味。虽然市面上不常见，但在进口超市或专业肉铺遇到时一定要尝试，它是自然馈赠的顶级营养肉类。野牛肉排在第3名，接下来第2名是一种更少见的肉，它近乎完美。第2名是鹿肉。如果说野牛肉是肉类中的特种兵，那鹿肉就是隐居的营养宗师，它是近乎完美的天然红肉。鹿是纯野生动物，生长在森林和山地之间，食物来源非常丰富，包括嫩叶、浆果、草药、野菜等等。多样化的天然食谱让鹿肉的营养构成复杂又全面，没有任何人工养殖的弊端。鹿肉是极致的低脂红肉，脂肪含量低到能和鸡胸肉媲美，但营养密度却甩开鸡胸肉无数条街。它拥有红肉的全部优势，血红素铁、锌 B 族、维生素含量都很高，蛋白质含量也高，而且它是所有肉类里最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的种类之一。最独特的是鹿肉的结缔组织极少，肉质细嫩，几乎不含饱和脂肪，对心脏血管非常友好，是心血管脆弱人群的理想红肉。在世界各地的饮食文化里，鹿肉都被视为高端滋补珍品，代表着纯净天然和生命力。虽然鹿肉获取渠道有限，价格偏高，但这份榜单评选的是健康价值，而不是普及度。从纯营养学角度看，鹿肉几乎没有短板，是营养与美味的极致融合。它排在第2名，现在要揭晓冠军了。这个冠军在东西方传统饮食中都被奉为滋补圣品，是体虚者、康复者、孕妇、产妇的首选食材，但它现在却被很多人排斥，它就是动物肝脏。第1名是肝脏，具体说是牛肝以及各类健康动物的肝脏。听到这个答案，很多人会震惊，会疑惑，甚至排斥，因为大家都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误区，认为肝脏是解毒器官，里面全是毒素，吃了会伤身。今天我们必须彻底纠正这个错误认知。肝脏的核心功能是处理分解、转化毒素，而不是储存毒素。它就像一座高度精密的化学工厂，进入动物体内的有害物质会被肝脏分解代谢，然后通过胆汁和肾脏排出体外。健康的肝脏不会囤积毒素，真正容易储存毒素和重金属的是动物的脂肪组织，而不是肝脏。只要动物生长环境天然，饮食健康，身体无病，它的肝脏就是安全干净。营养的顶级食材，肝脏的营养密度堪称地球食材之最。我们用几组数据来看。第一，维生素 A， 肝脏是自然界中天然维生素 A 最丰富的来源，没有之一。维生素 A 对视力、免疫力、皮肤黏膜、眼部健康非常重要，一小片牛肝就能满足人体好几天维生素 A 的需求，远超胡萝卜素转化的效率。第二，维生素 B12， 肝脏里的 B12 含量是普通牛肉和鸡肉的几十倍，它是神经系统的保护神，也是人体能量代谢的核心燃料。缺乏 B2 会导致疲劳贫血、神经损伤。第三，血红素铁，肝脏的血红素铁含量位居所有肉类榜首，吸收效率极高，是改善缺铁性贫血最快最有效的天然食材。第四，酮叶酸、胆碱、辅酶、Q10，这些对人体生命活动至关重要的稀有营养素，
在肝脏里都以高含量易吸收的形式存在，一小块肝脏就像一颗天然复合营养胶囊，囊括了人体所需的大多数关键营养素。营养密度碾压榜单上所有肉类，包括鹿肉和野牛肉。吃肝脏最重要的是选对来源，优先选择草饲有机散养动物的肝脏，比如草饲牛肝、散养鸡肝、鸭肝。因为动物健康，肝脏才干净。同时，肝脏营养浓度极高，不需要多吃，每周吃1到2次，每次100克左右就足够了。孕妇和备孕人群吃之前务必咨询医生，因为维生素 A 过量可能有风险。如果买不到草饲牛肝，处理干净的新鲜猪肝、鸡肝、鸭肝都是性价比很高的替代选择。肝脏就是这份榜单的冠军，它被误解太久了，但它的营养价值无可争议。到这里，全球10大健康肉类榜单全部揭晓。最后我帮你总结3条核心选肉原则，记住这3点，你永远能选到最健康、最有营养的肉。第一，优先看营养密度，不要只盯着蛋白质和脂肪，要关注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健康脂肪酸的综合含量。营养越全面，对身体越有益。第二，重点看饲养方式，草饲、野生、散养的动物饮食天然，生长环境健康，肉质营养均衡，安全无残留，远优于谷饲圈养和工业化养殖的动物。动物吃什么，直接决定肉的品质。第三，学会完整利用食材，不要只吃精瘦肉。动物骨骼可以煲汤补钙，内脏合理烹饪，能补充稀有营养祖先从不浪费的食材部位，往往藏着最珍贵的营养。希望这份榜单能帮你建立科学的选肉认知，让你吃得健康，吃得明白。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请帮我按个赞，也请订阅这个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你才不会错过下一次的实用分享。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你平时最常吃哪种肉。看完这份榜单后，你想换哪种肉试试？也请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家人朋友，让更多人知道肝脏不是脏东西，选对肉真的很重要。我们下次继续聊更多实用营养知识。谢谢你的耐心收听，我们下次再见。